到吴郭鱼爱旅行的频道。昨天萨尔斯堡卡比较慢开卡的目的，就是为了今天上午我们要用它剩余的时间到萨尔斯堡现代美术馆。搭公车抵达地面层入口，通过闸门，然后搭电梯就可以到观景台。今天是星期一，美术馆休馆，所以我们就单纯在观景台远眺旧城区的景色。现代美术馆位于紧邻旧城区的深履山，在观景台上可以一览无遗旧城区的景致。右边矗立在山丘上的建筑，便是萨尔斯堡的象征——高地要塞。现代美术馆与高地要塞平台，它们并列为萨尔斯堡两大观景平台。又遇到可爱的户外教学的学生了。在美术馆、餐酒馆及萨尔斯堡的美景前合影一张吧。萨尔斯堡，我们到此一游。下山后，走回莫扎特故居前，旁边就有一条路可以直接到米拉贝尔宫。米拉贝尔宫为一座巴洛克风格的庭园，是当时的总主教，也就是新建海尔布伦宫的那位主教。他为了逃离喧嚣的旧城区，能够多跟情妇相处，因此建了这个宫殿。米拉贝尔，意大利文的意思就是美好。这里也因为电影《真善美》的取景地而更加的闻名。这个是萨尔斯堡的车站，我们现在要搭公车到哈修塔特。这个是公车站，我们住的呢是对面旁边的这一栋流行酒店。中午我们要离开萨尔斯堡，往哈修塔特出发。到哈修塔特的交通方式有火车、渡轮，还有公车。我们采全程搭公车，虽然要转3次车，但都在原地转车，时间及票价都相对的优势。在等车中，大家聊得太起劲了，车停在旁边，我们都没发觉，还好没错过。旅行除了目的地，沿途的景色也是旅行重要的一部分。看到哈修塔特湖了，过了隧道就到了哈修塔特了。这一站是旧城区的北方，它离我们的住宿点近，可以步行路程。一下车，大家就忍不住开拍了。没办法，真的太美了。但毕竟拉着大行李，还是先去住宿点吧。下车点离住宿点大概100公尺。哈修塔特的住宿较周边的小镇都贵，但为了有较多的时间留在小镇，
也为了能看到不同时间的哈修塔特，所以我们咬牙定下去了。但事后大家都觉得做了对的决定，就让我们先来开箱住宿吧。我们的下午茶时间又到了。哈修塔特以湖光山色闻名于世界，是很多旅游者列为奥地利必去的小镇，有世界最美小镇的美誉。这是另外一个角度看的。1997年，这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。山坡上结比鳞次的木造建筑，集市广场是城镇的中心位置，也是当地人生活的中心。周边色彩缤纷的建筑，它们为小镇更添了美丽的风情。新教教堂建于1863年。是哈修塔特的标志性建筑。远道而来，就是为了一睹这一幕诗情画意的湖边风光，跟明信片上的经典景色。世界最美小镇之名所带来的过度旅游问题，也是当地居民难以承受之重吧。近几年来，当地原住民逐渐外移。在维基百科上记载，截至2023年10月，这里的总人口数只有734人。因此，在旅行中也要提醒自己，要尊重当地的人文及生活。回住宿房间享用晚餐咯。清晨，湖面上一只天鹅为哈修塔特画开了夜幕，天际逐渐清晰，晨曦与山岚交错的湖面。清晨，我们在哈修塔特看见它另一种美丽风貌。一缕缕的云雾千姿百态，时而缠绕于湖面上，时而从山边缓缓飘落。昨夜被雨洗礼的街道上空无人烟，宁静的小镇尚未被喧嚣的游客吵醒。我们看见没有游客的宁静哈修塔特。小朋友背着书包，
在晨光中准备上学。晨运的年轻人为早晨增添了活力。终于，太阳慵懒地射出地狱里光辉，缓缓地投射在湖面上。那是一片让人眼睛一亮的颜色，同时也让人精神振奋。天鹅就着湖面的太阳，满足着吃着早餐。随后扬长而去。清晨的哈修塔特宁静而美丽，走在其中，心情轻松愉悦。吃完早餐，今天要前往名列世界文化遗产的哈修塔特盐矿。盐矿的轨道车乘车处就在我们民宿的后方，非常方便，走路2分钟就到了。我们现场买票。缆车没有很长，但是坡度由下往上看，感觉有点陡哦。大概3分钟就可抵达海拔838公尺的山上的车站。哈修塔特盐矿的历史悠久，是欧洲大陆现存最早的盐矿。它在199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。走出车站，上来就可以看到这间餐厅。它最早兴建的目的是作为防卫的塔楼。到山上之后，可以先去天空步道，居高临下的欣赏周遭的湖光山色美景。放慢脚步，坐下来喝杯咖啡，享受这天与地之间朴实无华的自然美。人生有几次机会能在世界遗产级的湖光山色美景上喝咖啡呢？接下来往盐矿出发，一路走过去，天气宜人，绿荫加上鸟语，让人非常的舒服。这座有900年历史的盐矿，与其说参观，大部分的人应该是去盐矿玩吧。换上装备，准备出发了。接下来要去体验盐矿的重头戏——盐矿小火车。还有盐矿溜滑梯也很刺激哦。盐矿搭配地底河的光影秀，
结束上午的山上的活动，下午要前往哈修塔特的私房景点高萨湖，来个悠闲的湖滨散记吧。我们反搭543公车到之前的转车站，下车后原地转搭52，大概30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达终点站了。还没开始运动，就先被小卖部的冰淇淋征服了。对啊，他吃了一捆，他就说哇，远方白雪皑皑的山峰与冰河，还有环绕湖泊的翠绿山林，真的是如诗画般的景色啊！听说这里很难遇上好天气，要想捕捉冰山倒影，得赌上人品还有好运气。没错，我们人品及运气均好，不但有冰山倒影，白云也来添一笔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团长行程安排的好啊！给团长一张独照，按个赞。今天天气好，已经有许多玩水的游客，我们也忍不住下去摸摸这清澈的湖水，但却被湖边盘满密集的小蝌蚪给吓到了。走在林荫步道中，适合脑袋放空，什么也不想。这一区的湖边山壁比较陡直，因此遇见攀岩的好手正在攀岩中。这一道路障有微微的通电，是为了避免牛只穿越。刚才被电到。走得有些热了，冰凉的泉水吸引了大家。还有说是可以喝还是不可以喝的吗？对，好喝吗？好喝，我觉得好喝哎，甜的，我觉得很好喝哎，对不对？那边煮的水还好喝。对。冰的咯，等我，我也要等我。美女喝美泉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这么慢？好可爱的装置，可以
聆听大自然的流水声。狮吼宫，我们边走边聊，整个黄湖践行大概走了2个多小时，非常轻松好走。来哈修塔特，非常推荐来高萨湖环湖践行。哈修塔特美食，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知名的烤鳟鱼料理。今天晚餐就是它咯。这里的鳟鱼有哈修塔特的仙气加持，味道自然不在话下，加上有美丽的湖景佐餐，美味更升级。吃完晚餐，轮到夜的哈修塔特上场了。欣赏晨景还有夜景，记得安静安静安静很重要，所以说3次。让我们安静地欣赏夜的哈修塔特。下一集我们要离开奥地利，往捷克出发，首站就是有名的 CK 小镇库伦洛夫。欢迎继续观看5年级哥哥姐姐的欧洲自由行。